大家好，这里是中医传奇，我是达摩正骨段文军。现在我给大家讲解就是悬提颈椎调整的第二种手法——悬提手法。悬提手法呢，它介入点是什么？实际我们就是一般上节课讲了心牛望月，心牛望月是咱们最关键的手法。就是正常来说，颈椎的问题一般都是由于旋转错位引起的。有的人就是通过心牛望月，他已经完全症状消失了。这就是不需要这个悬提了，它已经两边已经到位了。而有的人他还有一些症状，还有一些不到位，或者是他有落枕的现象，颈椎有落枕的现象咱们就是怎么做这个悬提，安全有效的做这个悬提。要做悬提，就得先说诊断，这个诊断就比较简单了患者来了，看一看他什么问题，就说心牛望月做了，他还有点症状，或者他说主动栓患者我有点落枕，咱们先诊断。第一句话。先找见患者的健侧。什么叫健侧？看怎么找他这个健侧。你站在患者身体后侧，将他头保持中正不要仰头，不要低头，保持中正。这个手轻轻兜住患者的下巴，慢慢的往回旋转，慢慢往回向他肩膀方向旋转，到他极限以后轻轻抻一下，不要叫患者产生疼痛，轻轻抻一下，看他的极限在哪里。看他的下巴离肩膀的距离，这肩膀比方这中间有一条线，肩峰对吧？下巴离肩峰的距离哪边靠近肩膀，哪边叫健侧。这就是第一句话，叫先找健侧。先找见他的健侧在哪，这么抻一抻，看他这个离肩膀大致有多远。反手看，轻轻的推回来，稳住他背，轻轻推回来，看他这边离肩膀有多远。对比一下两边下巴的下巴对肩峰的中心哪边靠近肩膀，哪边叫健侧我们悬提两句话就是100%安全。基本上看，第一先找见健侧，第二是低头低头再低头。等一下我给大家再说。你看，先对一对不要看到保持头的中正，不要这患者仰头低头过度低头都是不好的，保持头的中正，轻轻撑过来，抻一抻，试一试。他这边离肩膀稍微远一点点，这边往后推一推，这边觉得这边离肩膀近，这就找见健侧了调整手法就很简单，这是咱们就是平常最常见的调整手法，看到但是咱们也有一定的要求，看到第一，找见患侧了，找见健侧了，一把头转到位，轻轻一下转到位，不要，好多人是这样介入，慢慢旋转往回调这是不对的。看到咱们的达摩的正骨是，你看轻轻的把它向内旋转到位，保持头的中正，轻轻向内旋转到位，叫它靠近健侧，靠近肩膀。完了把你的肘窝露出来，靠近肩膀以后把肘窝轻轻的伸进去，夹住哪儿？夹住患者的下巴骨，千万不要掐脖子掐脖子患者产生马上勒脖子了夹住他下巴的这个骨头，他骨头就比较稳定。看，先转过来，下巴进去，把这手肘放进去以后，你看这个手很自然的扶住患者的头，让他的耳朵先贴住你的胸口上，耳朵贴住你胸口，这块关键就来了，一定要叫患者低头再低头，患者低头低头以后，这个手轻轻扶住头以后，看你的身体的高低，要保证能够屈膝振腿，膝盖就屈膝能够直提也要保证这个。你个子低，将患者向后靠一点点注意不要看到好多人有一个错误容易犯的，抢脖子，把脖子给他折住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看，顺着他身体的方向，哪怕你要斜的，你要我个子高，我可以直接这么提；你要个子低，往后拉，但是拉的要注意。身体和脖子是一条斜线，对吧？是一条斜线，千万不要这么抢着脖子拉，这容易出问题看顺着他身体走脖子这个直提是没有什么危险的，看到先稳住，看，现在他耳朵已经贴到你的胸口上了，让你的肚子也靠着他的背，给患者一个支撑感，把他这个肩膀轻轻扶一扶，靠到你身上，看他一下双手，好多人有点紧张，双手这么抓住椅子了。他不要劲儿的，叫他手放下来，放松，放在身体两侧，肩膀靠到你身上，你的肚子也靠着他的背了，给他以支撑感。马步扎好，保持屈膝状态。这块注意低头
低头以后，低好头以后，低头再低头，这是关键点。这块叫上一把锁，锁上在哪儿？上在他脑瓜壳下沿啊，风池这条线，风池风府这条线上。为什么要上锁呢？你看这块抱住了头了，你要直提，你不上锁，你一提很容易它的后仰，颈部产生后仰。后仰，如果你动作过猛的话，过猛过大的话，容易把它枢椎环椎拽出问题啊，这个是很不安全的。所以咱们一定要强调要低头，低头，它为了防止你发力的时候它后仰，所以说这个手张开，形成一个圆形，卡住患者的脑瓜壳下沿，就是风池风府这条线上，哎，给它保持住，注意他身体是不是一条线，马步扎好，放松放松，要低头，再低头，放松放松。轻轻向上一直提就 OK 了，这就调整过来了啊。反过来，这叫健侧，先做健侧，再做换侧，把它换侧找见，慢慢的旋转过来。哎，它这现在已经这边已经比刚才已经接近一点点了。好，转到位，一把轻轻转到位，保持头的中正，转到位，手肘进去，卡住他下巴壳，卡下巴壳，将他耳朵贴到我的胸口上，我的肚子靠着他的背啊，给他支撑。哎，看他双手没有抓椅子，哎，把手放下来，轻轻的个子低的，轻轻的把他身体往后拽，因为你一产生斜面，就相当于你的高度降低了嘛，对吧？三角形了，哎，它一斜面越大，高度越低。注意头和身体一条线，头和身体一条线，稳住，看手轻轻扶住他头，扶住他头，注意不要进去卡他脖子，这是大忌。哎，稳住头，这稳住稳好了，哎。放松放松，好了，这边上虎口张开，卡着他脑瓜壳下沿，脑瓜壳下沿就是风池风府这条线上，来马步扎好。这个手你看，看我这，注意看我的这个手，我这个沿卡着他脑瓜壳下沿，我的这个手轻轻搭在他脖子肌肉上，哎，去观察去体会，患者到这会儿是放松，你跟他叫他肯定要叫他放松，他是放松还是紧张？哎，在这放松放松，感觉他患者的肌肉，你在手在这摸着患者就是颈部的皮肤，感觉他肌肉放松的时候，轻轻向上一提 ，OK 啊，跟患者打一个时间差，他放松的时候你做手法啊，哎，他紧张的时候你等待啊，不要盲目的时候，我不管你患者，咱们讲究的是医患合一无痛苦，所以说你一定要跟患者行，来低头，放松，你看卡住脑瓜壳。放松放松，好了，稳住。这回跟大家说，哎，放松放松一点，这个手轻轻感觉他颈部的皮肤，他颈部，哎，觉得他颈部一放松，你就开始发力，就轻轻向上一提，以患者的屁股不离开椅子为标准。你把患者一拽3尺高，证明这个动作做大了啊。他只要够放松，他屁股不用离开椅子，颈椎已经响了啊。你要说你不够放松，你把他一拽3尺高。很容易做完效果也差，他说我这还是有点疼痛，或者是又出现新的痛点了，这就认为你没跟患者沟通好，没有建立良好的医患合一啊，所以说咱们这要注意。哎，换侧找见，进肘夹住，手轻轻扶住患者的头，跟他有稳固的保护，肚子贴住他的背，这个手过来，脑瓜壳靠着下沿，好，稳住，哎，好了。马步扎好，根据你个子高低可以向后啊，只要能保证屈膝振腿就可以啊。这块放松放松，放一下他的肩膀，叫他放松，完全放松，靠在你身上，叫他放松。这个手卡住脑瓜壳下沿，其余4个指头去看他颈部的皮肤肌肉紧张不紧张，他不紧张的时候轻轻一震 ，OK 就调整就完成了，很简单就调整完成了。这是咱们的旋提手法。它是对应什么整骨的复位呢？它是对应的是颈椎3到7的小关节紊乱，它是一个模糊概念。你3到7，不管你是什么各种小关节紊乱啊，它通通调整啊。它是一般就是用心中望月调完以后，或者是他患者落枕以后有别的问题以后，就直接就是模糊概念啊，把3到7通调一下。就整个脊柱拉长一放松，整个脊柱自动找位，它骨头自动找位置。